大家好，我是邱炳，我还在河南。今天来看一座古墓，一座明代的藩王墓。其实明朝的藩王墓啊，我们之前也看过一些，不过今天来的这一座啊非常特殊，因为它的规模啊非常大，应该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过明代藩王地宫最大的。同时呢，它那个规模啊，甚至比明代的皇陵地宫还大。这个可以想象得出来，它的身份不一般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据说可以根据制作地宫的规模，大概可以推算出朱棣地宫里面的布局规模是什么样的，以及呢，可以推算一下朱元璋里面地宫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。明朝周王墓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里是河南禹州一个大山里面，周定王就在这个山上面。这座陵墓呢，一看起来就有点像阴山为陵。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唐朝的陵墓啊，或者是明清时期的一些陵墓，它都会因山为陵。正常来讲，我们查历史可以看到，河南禹州这个地方以前呢既没有藩王，也没有皇帝。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座王陵呢？这主要是跟朱元璋有关系。朱元璋当上皇帝，创建大明王朝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使他朱家的江山大明王朝能够永远存续下去。于是呢，他就想出了很多方式方法，政治制度、经济发展方式等等。还有一项比较重大的举措就是藩王制度。在他当上皇帝没几年之后，他就决定把他的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藩王。中央呢是以太子朱标为主导，朱标一系呢传承他的地位。那么全国各个其他重要的地方由他的儿子去镇守。那么藩王制度呢，他其实在朱元璋心里呢有好几种想法，或者是说意识吧。第一呢，朱元璋从小呢比较贫穷，当过和尚，当过乞丐。他当上皇帝之后，就觉得这个江山是朱家的，肯定不希望他的子孙后代继续吃苦。于是呢，就把他的儿子分放到全国各地，并且呢决定那些藩王啊有非常大的权力，有很多财产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就希望他后代这些子孙呢，作为藩王能够帮他们朱家镇守江山。你像老大朱标是太子作为皇帝，那老二是秦王，是驻守西安；老三是晋王，驻守山西；老四呢，朱棣是镇守北京。那老五就是我们今天来说的周定王，他是就藩开封。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些都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地方。他就希望让他这些子孙后代帮那个朱标一系镇守江山，使这个大明王朝的江山能够永远安定。他把这些藩王放到这些位置，其实呢也算是拱卫京师的作用。当时明朝开国初年，首都是在南京嘛，那么和蒙古呢还是属于敌对那个模式，经常可能会南下骚扰。那朱元璋呢，其实就是在北边设置了好几道防线。第一道呢，朱棣，还有晋王，那再过来就中原、开封，这样一直下去。而南边呢，有那个长江等等，所以说他就把藩王分放到全国各地。从我们看这个明朝的藩王分布图，也可以看到，那么在全国重要的地方，藩王的权力是非常大，所拥有的兵力也非常多的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朱元璋创立的这套藩王制度，很快就在他去世没多久打破了。在朱允炆登基之后，他在皇位还没有坐稳的情况下，就开始削藩。最终呢，导致靖难之役的发生，朱棣起兵造反。其实朱允炆呢，确实是太笨了。你是一个皇太孙，做成皇位，本来就受到那些叔叔们的不平不服，你还这么快的削藩，从而呢导致朱棣在起兵的时候，很多全国各地的藩王啊，都做观望状态，因为就是朱允炆一系列的脑残的操作嘛，逼使那个藩王把很多藩王贬为庶人。你像这个周定王就被他贬为庶人，最终呢使得朱棣啊攻破南京，夺取了皇位。
那朱棣啊，作为造反成功的一位藩王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造反成功的藩王，他对这个藩王的防备呀，就非常强。他当上皇帝之后，就全力打压这些藩王，把藩王的很多兵权就收回来了。那么朱元璋创立的这套藩王守卫朱家江山的这种制度，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，变成了一群猪一样，就是这个藩王只能在他封地呢享受，其他的权利基本就没有了。这就是明朝的一个藩王制度。大明周定王之陵，那这个主人他是朱元璋的第5个儿子，据说呢是朱棣的同胞弟弟，相当于是同父同母。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，那朱棣不是马皇后的儿子吗？其实按照一些资料记载，反正大部分都在说朱棣呢应该不是马皇后的亲生儿子，是他抚养的，包括这个朱述也是如此。那这个朱述周定王呢，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啊。他不光是一个藩王，同时呢也是一个医药师，就对医学啊比较厉害，比较懂。他在14岁的时候被朱元璋封为那个吴王，就证明朱元璋对他非常器重啊。因为朱元璋当皇帝之前就是吴王嘛，后面到了18岁的时候，把他改封为那个周王，就藩于开封。开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并且呢，在开封给他兴建王府。它的原址呢是宋朝时期的那个皇宫。到了朱允炆削藩的时候，把他贬为庶人，发配到云南。后面又把他召回南京。最终呢，在那个朱棣登上皇位之后，把这个周王啊他的爵位恢复了，还是在开封。最终呢，他是活到了那个明仁宗时期，就是朱棣的儿子当皇帝啊。他去世之后就葬在这里。那么有些人会疑问呢，这里是禹州，那他的藩王府在开封，怎么会葬在这里呢？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周定王啊比较喜欢研究医药，他经常弄草药，就会来这里采药。他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就安葬在这里。主要呢还有一点呢，当时孙思邈啊，唐朝的那个医圣也来过这里。那自而最终呢，他去世后就安葬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的风水位置是非常好的。从远处看的话，这一块就像一把太师椅在这里，刚好呢，它的地宫就在这个椅子的中间。大明周定王之陵，这是后面修的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功德碑，我看了一下，全是姓朱的，也就是说是他们朱家的后代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周定王的后代呀？那地宫呢，就在这个后面，大家看一下，也是在石山里面开凿的。那这个地宫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它建造的时间比较早嘛。其实我们可以大概推算出朱元璋以及朱棣的地宫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个地宫啊，面积是非常大的，有1000多平米，比明朝万历皇帝的那个定陵地宫都更大，就能够想象出来的震撼。现在我们就准备进去看一下，这里呢也是需要买门票的，应该是有一位大爷在这里守着。这个地方呢，由于比较偏远，一般人呢是不会过来，就不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成为一个大景区。进来了，它这个离地面可能有10多米，两边都是石头。看看，都是拱线的布局，上面也是仿木结构的。从这个外面看里面的话，面积都比较大，里面还有一尊塑像。刚刚是从那里下来，这里应该以前可以称之为金刚墙，然后过来这里呢是一个小的那个过道，那这里呢就是正式的地宫入口了。地宫的石门就在这里，过了这个石门，你绝对会震撼到的。这个比我们看到的
绝大部分地宫都更大。你看，这个石门也是非常巨大的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，你看，许地电厂来这里游过，就是1978年有人来这里游玩，留下了一些刻字，包括这里也是，当时都是什么电厂啊、水厂之类的等等。就是有时候啊，很多人去哪里游玩都要留下到此一游，在墓里面留下自己名字的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一般很多人都干不出来这种事情。你看看这个石门大不大？这个以前也断过，因为这个墓是被盗过嘛，后面修复了一下。这个石门的宽度可能有20公分呢。我们这样可以看看从外面进来里面的通道。现在我们来正式的看一下这个地宫，一眼望去真的是非常震撼的。这是我们说的前室，后面还有一个后室是放置棺椁的。那么按照明清那个帝陵以及王陵的布局来讲，前室的话肯定是放置陪葬物的。这里啊有一尊塑像，就是周定王的。它整座陵墓呢是砖石结构的，下面呢是石头，顶部呢全是砖结构。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精美啊！大概600来年，你看看，有这样的技术，严丝无缝，根本没有凸出来，就能够想象出来当时的工匠技术多么厉害。在这个前室左右两侧呢，有4个耳室。一般明清的帝王陵啊，包括之前的陵墓都会有耳室，不过呢，它这里的耳室完全是不一般。可以看到，单单它这个门呢，都有长宽各2米，能够想象出来里面的大。下面是巨大的条形石，上面呢就是砖。这个砖跟我们之前在明长城，包括那个明城墙看到的大小差不多啊，因为这里还是属于明朝初年的嘛。这座地宫大概建了14年。那么作为一个藩王，他的陵墓，他的地宫为什么会这么大呢？这主要是由于啊，这个人是一个藩王，但是呢，他觉得自己挺可惜的，没有做过皇帝。那于是呢，讲究世事如事生，他就把他地下宫殿建造的富丽堂皇，这是一点。另外一点呢，可能是朱棣啊比较器重这个弟弟，就想作为一点补偿，因为当时嘛，他作为朱棣的同胞弟弟，受到朱允炆的打压，还把他贬为庶人，吃了一段时间苦，从而说朱棣就想补偿他。既然权力给不了你什么，那自然而然的话就把地下宫殿给你修建的好一点，以及呢陪葬品多一点，从而说他地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原因。你看，我们站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耳室的规模了，在这个地方又更能体现这个耳室的大了。这单单一个耳室啊，其实完全就可以媲美明朝末期的一些藩王地宫，特别是在江西，我们看过那个翼王啊，就是在江西抚州，它地宫啊，整体地宫面积还没有它耳室大，只不过呢是它在2侧加了几个耳室，从而在这里就更能体现朱棣对他的器重，以及呢周定王他这个想法的不一般。那么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座庞大的地下宫殿是怎么建成的。我们之前看那个汉朝时期的那些地下宫殿呢，它是崖壁墓，相当于是在入口慢慢掏进去的，就把整个里面挖空。而这座地宫呢，如果是按照明清时期的，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，它是先在这个地方确定位置，就相当于把最后面那个金井啊放置棺材的位置确定好，然后呢就把这个大山挖开，
在里面呢建造地下宫殿，就先把地基这样墙慢慢的砌成，然后在上面覆盖土。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土弄掉啊，就是一座地下城堡。这个明清的很多帝陵都是如此。那么我猜想，这个藩王墓估计也是差不多。我们现在就往它的后室看一看，因为这里的4个耳室啊，基本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看了2个，然后它这个地宫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，我们看其他的地宫呢，基本都是一个平面吧，而它这里呢，后室比它的前室竟然高2米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这里呢，走上去就到了第2道石门，也是进入到地宫最核心的位置。这个石门还保存的比较完整啊，没有被破坏。前面的被破坏了，这里的为什么没有呢？这主要是盗墓贼啊，当时就是通过这个后室进入到地宫里面的。那一走进来可以看到棺椁。那么有一种说法是，当时的周定王安葬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按照我们看明朝的历史，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，这个应该是仿造的。周定王当时不可能安在这里。来仔细看看这个后室，面积达到280平米，不包括后面的耳室啊。耳室总共有4个，跟我们刚才看的前室一样的。也都是巨大无比。我们先去其中的一个耳室看一看吧。现在里面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被盗了。这感觉比我们刚才在前室看到的面积还大。哇，真的是很震撼了。在地上发现一块砖，写的是顾妃田氏之墓，那么这里很有可能是当时周定王的一位妃子安葬的地方。在这个耳室的最后面还有一个缺口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这个砖厚不厚？估计都有15公分了。这里的面积我估计都有50来平米。这4个耳室中间2个完全不一样，更大一点。而且更突出来一点，应该是当时周定王和他的王妃安葬所在地。在古代讲究以左为尊，那么左边的这个耳室应该算是埋葬周定王的，隔壁呢就是他的妃子正妃。最两边的一开始我们说很有可能是放置陪葬品的，如果不是放置陪葬品的，那么应该就是殉葬女人的安葬所在地。朱元璋他重启殉葬制度，就当时就是说，在皇宫里面那些没有孩子的妃子啊，就在皇帝去世之后，他要进行殉葬。那朱元璋死后，他的地宫里面呢，据说是埋葬了40多个人。那朱棣呢，也有几十个人，还有名人中都有。那么在当时，那个朱元璋既然重启这项制度，他的后代呀、儿子啊、孙子，包括其他的后代，都遵循祖制嘛，也进行那个殉葬制度。从而说，在明朝的早期，很多地宫里面呢，其实埋葬的人数是比较多的。明朝帝陵的地宫现在开放的只有明定陵，就是万历皇帝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布局，其实比这个还小。这座陵墓修建的时间和朱棣的陵墓修建时间其实差不多。那么它的规模呢，远胜明定陵。可以猜想啊，大概推算出这座陵墓呢，应该算是朱棣陵墓的缩影，估计大小应该也会差不多。就算大，也是大一点点。我估计呢，可能就最多2000平米吧，因为朱元璋的陵墓地宫按考证大概是4000平米，朱棣肯定不会超过。在后室的那拱券顶上面有一个标志，这就是以前的盗洞，明显的看得出来有泥土进来的痕迹。
因为整个这个地宫上面覆盖的就是泥土。那么当时盗墓贼就是通过这里进来。这个盗墓贼非常厉害啊，打盗洞直接打到了那个后室里面，而且还不是耳室。在这个地宫里面，我有点非常奇怪的就是没有看到顶门石，难道那个时期没有吗？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下面呢是一个缺口，有一块石头像这样顶在上去的。这里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后面修复的，已经看不到了。关键是在这个石门上面呢，也没有痕迹。这里呢有几个小孔，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镶嵌了一个东西用来顶的。这个地面现在是水泥啊，开凿了很多水槽。以前原本的地面全是汉白玉的，后面全部被盗走了，一块不剩，从而在修缮的时候就弄了水泥出来。这座墓呢盗得比较严重，从而使得耳室里面具体是放陪葬品还是安葬了人都不太清楚，就挺可惜的。按照定陵或者明朝其他藩王墓的地宫里面构造啊，这个后室两边应该是放了很多陪葬品的，金银财宝、瓷器，但是这里啊，由于被盗严重，是没有任何痕迹的，也不知道当时陪葬了什么。在这个后室的门口来看这个地宫，就能够完全感受它的大了。上下高度15米，大概是5层楼。确实，这样大的地宫非常少见呐，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，就是非常可惜啊！不知道当年里面到底陪葬了多少东西。那么这座庞大的地宫里面到底安葬了多少人呢？按照出土的墓志以及考证发现，里面起码是安葬了8个人。首先呢是藩王周定王和他的原配王妃，这是2个人，还有另外6个人呢。记载是周定王去世之后非常伤心，自尽了。其实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明朝初年的制度，那另外6个人应该是被殉葬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呢葬了6个殉葬女人，加一个王妃，加一个王爷，总共是8个人。这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。好就好在这个殉葬制度最后在明英宗时期被取消了，就明朝中期之后就没有殉葬了。那这个周定王的地宫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今天来到这里确实是有点大开眼界啊，只是非常可惜，这座地宫里面的东西基本上是被盗走了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